大家好，我是菠萝。Insa350啊，饮食的新品牌饮菱前2天刚刚发布了他们的第一款无人机饮菱 A1，它也是世界上第一款消费级的8K 全景无人机。所以呢，我也是趁着我这边还没到零下10度，赶紧搞了一台飞了一下，体验了一天。所以我们来聊聊我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想法与发现。这期视频是熬夜干出来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3连一下谢了。我的这个是叫探索套装挺大的一盒，打开是一个便携挎包，可以装下套装内的所有内容。先看看配件首先是一根 C 口的快充线，一张镜头布，飞行眼镜电池的挂绳，电源线，手柄的挂绳，4副也就是8个备用桨叶，配套的小螺丝刀，飞行手柄本体。其实这个手柄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而且非常的轻。上面有几个按键，一个扳机键以及3个拨杆拨轮。具体的操作呢，我们稍后在实际飞行的时候再聊。接下来是飞行眼镜的电池与无人机本体的电池充电管家。充电管家上呢是已经插好2颗电池，加上飞机上自带的这个套装，一共是有3颗电池。充电管家正面有一个小屏幕，在充电跟待机的时候可以显示每颗电池的电量。当你触摸电池的上方时它也会显示本身的电量。另外它有一个自动集电功能就比方说你有3颗电池每颗都飞了15分钟左右，这时它们每颗的续航呢还有不到9分钟。但是这个充电管家呢，它可以把3颗电池的电全集中充到其中1颗上去。接下来是微刃飞行眼镜跟苹果有点撞名它是用来实时观看飞行时的全景画面的。本身呢是有3豆腐的追踪，所以在飞行中呢可以通过转头来观看各个方向的画面，就挺有真实飞行的感觉。它的正面呢这一边是有一个副屏在飞行时你也可以实时播放你的飞行画面，让你的同伴也能够看到，或者也可以自定义成其他图像就挺有意思的一个设计。眼镜下面呢还有一个摄像头，可以用来透视外界环境。这对于起飞降落时的准备及收纳都很有帮助，你不需要再来回取下眼镜了。但是这个摄像头跟很多 VR 头显上的一样，主要是用来捕捉识别手柄定位的，所以透视呢其实是黑白的，而且单眼的话也没有深度信息。不过好在分辨率跟清晰度够高，所以就实用性来说呢还是够的。然后下方是可以调节屈光度与同距的滑轮。这款飞行眼镜呢自带从远视200到近视500度的屈光度调节，如果你的度数超过了这个范围，饮菱呢还有一个单卖的300度镜面配件，不过这个不是套装里的，它可以安在上面呢，把屈光度拓展到最高近视800度。像我是750度就非常需要这个配件。另外这个眼镜本身的屏幕非常牛逼，它是单眼2560×2560 72赫兹的 Micro OLED 的屏幕。光学方面则是跟 Vision Pro Pico 4与 Quest 3一样的 Pancake 方案，因为电池是外置的，可以挂在脖子上，所以眼镜本体的重量也很轻，为340克。对于颈椎压力较小，我是真的觉得饮菱他们根本就是在用做 VR 眼镜的思路在做飞行眼镜。除了在飞行中用来观看画面以外呢，它也支持离线播放 A1 拍摄的全景视频。不过目前暂时还不支持直接观看Insa350X 系列的视频，估计之后呢会通过更新加入。配合这个高分辨率的 Micro OLED 的屏幕，它就是一个150到200寸巨幕的效果。说它在屏幕跟镜头上面的意念配置甚至比很多专门的观音眼镜都强。最后就是我们的重头戏无人机本体。这个便携包中还有一个便携包，这还是个硬壳的就挺不错。平时的话呢，如果是直接把无人机装进包里可能会因为挤压让这个桨叶断裂导致炸机。有这么一个硬壳的盒子就稳多了。它正面跟下方有一些避障用的摄像头，下面还有一个补光灯我猜是辅助避障用的，这样即使呢在低光时也可以有很好的下方避障帮助降落。然后上下这2个呢就是实际用来拍摄的全景镜头了，它是一个 1.28分之1寸底的传感器，能够拍摄最高 8K 30fps、5.2K 60fps 或者 4K 100fps 的全景视频。所以大家把这个 A1 想象成一个会飞的 X5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不过跟其他无人机不同的是呢， A1 有一个自动收缩的起落架，起飞后呢会自动收起来。我这台搭配的它是标序电池所以它的总重呢是249克。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在很多国家与地区，这个重量是不需要无人机执照的，对新手非常友好。不过每个国家的法律也不同大家一定要先查好再去使用。除了这个探索套装跟300度的近视贴片以外呢，饮菱还有一个停机坪配件。这个我觉得应该不算是一个必需品，但我还是推荐备一个。一般是如果你起飞的场景像是草地或者石子比较多的话，就比较容易刮到桨叶与镜头，那么这时有这么一个垫子垫一下就会好很多。另外它的正面与背面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标记，无人机呢在返航和降落时呢可以根据上面的图案来定点降落就是更稳一些。
OK， 那么开玩笑啊，我相信不仅观众朋友们，我也有点等不及了。我们现在到了飞行的时间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天气稍微有点冷啊，现在大概是零下-6度。然后这款隐灵 A1 它的标定工作温度范围呢是-10到40度啊，所以今天呢也算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测试吧。那么废话不多说，开飞。OK， 飞起来了。哎，我咋刚起飞就有点下雪了？这个运气有点背啊。本来是个极端测试啊，现在是地狱测试了。我们先往低飞一点。哎，现在是激活了它的下视避障。画面中可以看到啊，跟地面大概的一个距离。它的飞行方式呢，跟大疆的 Avata 系列有点像啊，都是使用一个体感遥控器。不过 Avata 的转向呢是翻转手腕。而 A1 在默认模式下则是改变整个手的方向。你看，像我现在这样啊，整个胳膊带动手去转换方向的话 ，A1 呢也会向相应的方向去飞行。不过 A1 呢，它跟其他所有无人机都不同的地方是，它是一款全景无人机啊，所以在飞行的过程中呢，你的镜头不是固定在一个方向的，你随时都可以前后左右的看不同方向啊，也不会影响它的飞行姿态。如果像现在这样，你的目视方向跟飞行方向不一致的话，你的视野中上位置就会出现一个小的画中画啊，来显示实际的飞行方向。这样你在沉浸观景的时候啊，就不会因为看不到方向而导致炸机。当然我这大冬天的没啥景啊，暂时，所以咱主要以体验与讲解为主啊，景色方面就拜托大家脑补一下。这里呢，大家也可以在画面中啊看到一个 H 图标，那个呢就是 A1 通过 GPS 与卫星所标记的起飞与返航点，所以你在飞行的过程中呢就不容易迷路啊，随时都可以看到来时的路。视野的下方以及左右两边也提供了很多信息啊，比如说电量、续航、信号强度、速度以及目前所处在的档位等等啊。另外，大家发现没有，就是这种体感操作的设计，意味着无人机除了上升与下降以外啊，其实只能往前跟着体感遥控器的方向飞，因为它是全景的嘛，你就随时都可以在拍摄360度所有方向的画面。也就意味着不需要在前期去构图啊，就不用什么横着呀、环绕之类的操作，运镜什么的都可以在后期完成。这也是它跟其他市面上航拍无人机的最大不同之处啊，应该也是为什么这款 A1 只有前视跟下视避障啊，毕竟其他方向的避障你确实也用不到。另外，这个飞行眼镜很有意思啊，就是即使在空中，你也可以通过手柄上的快捷键啊，随时打开它的菜单。这里我们也快速讲解一下菜单的导航，也是用我们的飞行体感手柄，画面中会有这么一个光束指针，它有点像我们平时使用的 VR 头显。菜单首页的左边呢是一些常用的快捷方式啊，比如说自动返航呀、深度追踪啊、智能运镜等等。其中自动返航实际上也是可以通过长按手柄上那个大红色刹停按钮来触发的。然后菜单的中间呢，也有一些飞行的安全设置啊，像返航高度、最大高度这些都是可以在飞行的过程中实时修改的。这个眼镜里面呢也带有一个风扇啊，开启后可以除雾换气。不过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它应该叫速冻啊。关于这个微刃飞行眼镜的 FOV 视场角，我看参数里写的是横向跟纵向都是65度啊，但实际上我体感纵向其实是要更大一些，可能有个80-90度吧，也可能只是视觉误差，反正确实画面看着挺大的。而且因为分辨率非常高呢，它一点像素都看不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飞行眼镜啊，它第一次开机的时候，默认是在一个防晕模式啊，把 FOV 缩小了不少。你需要到设置中改为沉浸模式来解锁原生的大 FOV 啊。不过需要注意啊，就是画面太大的话，部分用户可能会感到眩晕感。如果你之前没有接触过 VR 的话呢，我推荐啊是从默认的防晕模式开始，等习惯整体的画面与操作后，再改为沉浸模式，体验会更好一些。然后这款 A1 呢，除了默认的全景飞行模式，它还有一个 FPV 模式，并且在这个模式下呢，还超级有意思，就是你可以打开一个虚拟座舱功能，在画面中整一个坐骑。啊，感觉就像是你真的在飞一样。这里可以选像什么战斗机啊、各种龙之类的神话生物啊、魔法扫帚之类的啊，挺有意思。如果你左右转的话呢，能看到它把各个方向的细节也都做出来了。比如这个宇宙飞船，它的 UI 甚至都变了。可以看到我所有的飞行参数呢，都以仪表盘的形式出现在画面中。哎，你不说我还以为我开的是高达呢，是吧？身后还有座椅啊，甚至当我加速的时候，还能看到里面坐的人在推操纵杆啊，就是太酷了啊！想出这个功能的人有
有点东西。另外在 FPV 模式下呢，它的操作方式也变了，现在就是跟大疆的 Avata 有点像了，需要旋转手腕来控制方向。不过说实话，我感觉 A1 的 FPV 模式有点太稳了，就没有那种整个镜头倾斜起来的速度感。另外就在这个模式下呢，你的视野中会有3个不同的光标，我有时候会有点分不清到底是在往哪个方向飞少了点人机合一的感觉，我觉得是有一定优化空间。然后 A1 呢是有3个速度档位最快的 S 档我记得速度是16米每秒，换算一下大概就是60千米每小时。扛分性能上，官方的说法是可以扛住5级风，就是最大10.7米每秒的风速我这边今天风其实也挺大的，刚才眼镜里有写触发了这个强风警报但目前为止飞的还挺稳，没啥问题。它的标准续航是24分钟不过因为我这边的天气太冷了，会打一点折扣。不行，这个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我们先飞到这儿。最后再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自动返航跟降落我们只需要长按手柄上的红色按键就可以激活自动返航。返航的过程中呢，依旧是可以各个角度看所以如果大家到了一个风景特别好的地方，要是你担心边飞边看景色容易飞不好，就可以让它飞远点，然后在返航的时候看或者就干脆拍完了回家通过眼镜看也行。OK， 我们快飞回来了。这里看到它的返航点相比起起飞时呢，稍微有一点偏移，这个应该是 GPS 的精度问题。但是它在下降的过程中呢，它会通过视觉来自己慢慢修正。如果是用了影灵的这个停机坪的话呢，它也会去识别上面的图案，实现精准降落。这里还能看到它放下了这个起落架这就挺稳了。OK， 今天的试飞虽然因为天气的缘故结束的比较早，但是也算是完美结束了。总的来说呢，算是一个挺惊艳的产品第一款无人机就能够有较高的完成度，再搭配音响360多年来的全景拼接算法，我已经能够想象到它能够带来很多新奇的拍摄视角与剪辑方式。不过话说回来A1 也并不是一款完美的产品，在我今天的飞行过程中呢，我就发现一下还可以进一步优化的地方。除了刚刚聊过的 FPV 模式操作以外，我还发现它从无人机向手机 App 的无线传输速度稍微有点慢，只有20兆每秒左右。我今天20多分钟的素材传了好长时间，真的是。所以呢，我更推荐大家直接把 SD 卡拿出来，通过读卡器传会快很多。今天本来还想测试一下就是最大图传距离，但是因为天气比想象的冷不少，还下了雪，我有点担心这个电池，所以没有飞得太远。今天应该最远是飞到过120米的高度以及1000米左右的距离，更远的话就不太确定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别的博主的测试，应该没啥别的了。目前我体验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这些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么我是菠萝，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